那一个粉丝朋友艾特我关于Matt老师新发的一个视频那还是关于肌肉到底能不能分起点端和止点端练。那里边提到了我前几天关于肌肉的全或无原则的一个问题。那Matt老师又看了这个书然后从运动单位的角度说了肌肉还是可以分起点端和止点端练。那这是我第一次打草稿回应相关的一个专业问题因为我觉得Matt老师说话非常有条理性，所以说我希望这次的视频这个逻辑不要太过混乱，所以说我特地打了一个草稿。那关于运动单位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本书，那叫《骨骼肌结构与功能》，那第一章的第一节肌肉的结构，那我可以大家把这一段大家给它放出来那大家注意到最后一段非常关键那由一个运动单位所支配的肌纤维很少相互靠近在一起，而是广泛分布在肌肉的各个部位。那Matt老师说这个肌肉它一个运动单位它是符合全弧原则，但是你像胸大肌它有非常多的运动单位，那所以说如果我只控制关于内侧起点端的这个运动单位它和它所控制的这些肌纤维去发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肌肉的这个分起点端或止点端训练。但是大家可以看我刚才说的这句话，那运动单位它所支配的肌纤维很少相互靠拢在一起，而是广泛分布在肌肉的各个部位。那为什么肌肉的组织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特点？这是确保了肌肉的收缩的均匀性和效率。所以说一个运动单位所控制肌纤维并不是直接控制在局部，而是广泛分布在我们目标肌肉的各个部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运动单位由单个运动神经元及其所支配的所有的肌纤维组成，那这些肌纤维并不是紧密的聚集在一起，而是广泛的分布在肌肉的各个部位。那这种分散方式有助于肌肉在收缩时产生更均匀的力量，避免局部应力集中导致损伤。那第二的话，那它还具有功能优势那肌纤维的广泛分布使运动单位能够更有效的激活整块肌肉，提高肌肉的收缩效率和力量输出。同时这种结构特点也有助于肌肉在承受外力时更好的分散负荷，增强肌肉的抗疲劳性和稳定性。那所以说运动单位和它所这个支配的肌纤维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分布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特点和优势那第二的话，那我看这个Matt老师这个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你去买冰箱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个制冷原理。那我觉得这个举例并不是很恰当。那我觉得如果你连基本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的话，我相信你上菜市场买菜都会被人骗。那很多网友不懂基本的运动营养学或者运动生理学，教了那么多智商税的产品，这么多的例子我觉得是举不胜数，对不对？第三点，Matt老师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那不被检验的真理它就不是真理。那关于这个实践的例子我举一个，那体操选手几乎拥有所有奥运会项目里边最发达的肱二头肌，但是体操选手他基本不做任何的单关节的弯举动作，或者所谓的肘屈或肩屈类动作那他们做的是什么动作？基本上是引体向上反手的一个吊环，对不对？做的是一个肘屈但是一个肩伸的动作。那根据所谓的起点训练法则的话，那肱二头肌的起点端它做的是一个肩伸它都做的不是肩屈，那所以说根本不可能被练到。那但是体操选手的二头肌从起点端到止点端，那整个肌肤都是非常发达的那第二的话，那关于三头的训练的王牌动作窄臂卧推，那窄推的话是一个肘伸加肩屈的动作。那根据所谓的起点训练法则的话，那肱三头的长头它的功能是肩伸，但是窄推是一个肩屈，所以说根本就练不到长头，甚至或者是说练不到三头的一个起点端。但是如果这个动作练不到肱三头肌的长头的话，练不到肱三头肌最大的这个长头的话，那这个窄推还能叫肱三头肌的王牌动作吗？那所以说的话，以上这几点是关于我对Matt老师视频的一个解读。那也欢迎Matt老师对我提出的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解答。